应该还算合格的交叉贸易差就好。你经理的，你挺经理。吹先来看。Nice。大家好啊，这感冒了一周啊，就各种的不舒服，从头痛、喉咙痛，咳嗽、发烧，哎呦，腹泻，各种各样的都来了一堆啊。当然还有打喷嚏。好处呢是第一得到一些休息，这不都快断更一周了嘛，这也是开播来的第一次。第二呢是这个时候嗓音反而还比较性感啊，所以抓紧来复出，录上一集，可以更加轻松的心态来讲一讲。那越是休息呢，越是发现哇，这身边的事情啊，各种纷杂，中国、美国、马来西亚。什么事情都有，关税战继续进行的如火如荼，还有不知所谓的美国时政评论员居然说马来西亚人快吃不起饭，买不起帽子了。我怎么看？有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中国也完成了在大马的出访，最近各种各样社会企业、什么学校、医院这种大瓜也是不断。可是呢，你在生病的时候啊，真的也觉得好没有意思哦，就纷纷扰扰。所谓纷扰，是不是就是一种噪音呢？我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第一，你看，我感冒了，那么我所处的社会啊，我们所生活过的国家，它有没有感冒呢？有些事情是让我吓出一身冷汗的，我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那第二啊，就是我们是生活在海外，或者说夸张一点，就是流浪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到底该担心一些什么，不该担心一些什么？我怎样选择？我的心态是怎么样的？结合这么多时事来和大家分享。首先来看一下这过去的4月啊，整个一个月，因为4月2日美国这个解放日，关税战的开启，好像一个月过去又复归平静了啊。纳指、道指各个指数差不多都已经收复了，有些还已经微涨了1%，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有朋友很担心啊，他当时还劝我说：“你要抄底啊，千万不要抄底啊，这个早没有过去呢，还早哈，要好好等一等。”我爸好久没联系我了，他也给我发的一条微信说：“还在炒美股吗？全部出清啊，全部出掉啊！”这是他跟我讲的唯一一句话，我也只跟他说 OK 好的。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我还适当的抄底了，我还调仓了，我有点受不了特斯拉的这个波动性，我也觉得它并不算是一只价值股啊，它很多是不确定，它也是没有股息的。我调仓到了部分台积电啊，来换了一种投资的思路。但是你再回看过去的一周，有跌有涨，好像都全部回来啊，至今。所以单纯如果整个4月这么神奇的一个月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的话，有可能我们什么都感觉不到，还是延续过去3年的牛市，甚至于参与其中的人慢慢都生出一种叫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这个心情。反弹过半，他们就担心会追不上，有可能又会追高来推进之前的牛市。这是在股市上面，随着关税贸易战啊，接着来说最近发酵比较严重的一个美国的时政评论员，他呢，我相信啊，他的初心是拿来评论中国出访马来西亚，他觉得整个东盟是没有办法消化中国输出的这么多产能的，中国最大的消费市场还是在美国。但我觉得他这个大嘴巴真的是不应该，他其实没有这种 power， 他只是一个评论员。我可以理解他想说什么，他的立场是什么，他想要表达中美之间比较难完全脱离开来，用一个东盟去替代美国的市场，这是站在美国的立场。那他又不是 Trump。 以前我很喜欢啊，查理芒格他讲过一句话说，你永远不要去低估一个高估自己的人啊。那他当时是用来形容 Elon Musk 的，那我们来用它来形容 Trump 是可以。这样的一个主持人他这样说确实不讨喜，那么难怪被大家骂也很正常。我觉得大马呢整体有这一点是比较好的，整个新闻媒体啊、网民啊都是比较平静的，大家只是表达立场。我相信更多人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娱乐
来说来着的。但我慢慢看到越来越多人在我的频道下面，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做了一期说大马人穷吗？有些人在下面说，哦，你看啊，美国人讲我们连饭都吃不起了。我看到不止一个，不止两个，哎呦，我就觉得好像，这次有一些严重啊。果然，首相安华也出来去怼他，说他不了解情况，说他很无知。那他当然他没有这样的 power， 他只能认怂了哈，他退缩了。他说马来西亚是个美丽的国家，他有部分也为自己辩解了，说你看确实啊，美国的这个数据，家庭平均收入是马来西亚的8倍哈，这个但是啊，他觉得大马 OK 了，他自己也来过，他这是一种立场的回撤嘛。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很快也会过去。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哎呦，你看美国人啊，他们认为自己也是宇宙的中心啊，他国家太大了，国力很强，他对其他地方不了解。我真没想到，作为一个时政评论员，应该是对时事有很精深的了解，对世界有很深刻的洞察啊。他和一般的我们平时说中国人一样啊，中国人很多，对马来西亚了解没有这么多，所以大家有时候经常拿来开玩笑，哎呀说，那他们又叫我们马来啊，他这个又觉得说你们是不是住在树上啊？是不是天热的不行啊？这么不了解，那看起来美国人也不了解，这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后来呢，我又一想，我觉得这很正常，是吧？一个从国家的国力和人数上来说，这两个地方啊，确实差距啊巨大，一个3亿多人，一个3000万多人。而且呢，大马向来啊，相对与世无争。国民性来说，大家都希望过好自己的日子。我觉得，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去关心一个300万人口的国家，或者他更加追寻一种生活安定安宁的，不是在政治舞台上需要和有这么突出表现的地方，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地方肯定也不会有这么强的一个了解啊。当然不完全和人口和经济的比例有关啊，而是说这样的美国人他不了解大马，他可能随手拿了一个小编的数据啊，甚至于有些援引的还是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就来说事，大家应该是可以理解，算是正常吧。首相安华出来，我觉得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立场，要维护大马的利益，因为大马已经在东盟和中国结合的这个事情上，好像有达一些合作的愿望啊。安华首相啊，当然他会出来怼一怼，他还是去表达马来西亚站的立场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我觉得大家呢，就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事件说笑一下，这个美国人很无知 OK 啦，我觉得这个线是 OK 的。不过我不会跟着很多人起哄啊起劲，就像说啊，你看美国就一定怎么样。我觉得像马来西亚这么独特的，它的很多优势也就是来自于去连接欧洲、美洲和亚洲，它是本来又是亚洲的中心和腹地，它没有太明确的立场。虽然由于历史啊、地缘政治啊、宗教等等的原因，我知道我身边很多人他不那么喜欢美国，甚至对美国有一些误会吧，哈，我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我这里说我们还是假定我是大马人哈，站在大马的立场，我就不应该完全通过这个事情也跟着瞎起哄去轻视美国。之前有朋友啊，他会问我，他说你怎么看啊现在的关税战啊、贸易战？我的想法是说，我说是很难啊，因为很多国家都要选边站，在这两个巨头之间。但是我说有没有一种很小的可能性？我知道可能性很小，但如果我做得足够好啊，那还是有可能两边都得利。至少啊，维持现在的位置，使得自己的经济、自己国民的生活和幸福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这就很考验领导人的智慧啊！不要轻易的去出头，至少目前是这样子。那要不然呢，就要有非常明智、长远的选择，又有坚定的领导力去维护好现状，不要被反对党抨击，不要引起经济的问题、国内的反弹等等等等。所以我只是站在希望马来西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立场来看待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说就让别人说去吧。好在你看我们，不是我们哈，这是我认识的大马人都是这样，就是大家更
关注的是生活本身，是生活质量本身，是希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哎呀，你爱说你就去说吧。好，回去有时候我会怼你，但是我也不这么在乎你。这就是我认识的很多大马人，我觉得有这样的心态啊，就 OK 哈，就很适合在这个乱世纷争之下去生活。当然，也是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要学习的一种。我相信很多人是明白的啊，美国是马来西亚的第3大出口国，每年这个输出500多亿美金啊，这个占马来西亚的 GDP 超过了10%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希望它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娱乐事件啊，不会引起政治人物回头来去升级这个事件，好吧？那是刚才说到中国这一次到马来西亚的访问啊，我也注意到双方达成了一个签证要升级的一个协定吧，应该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们之前在直播中啊也说过，这当然不算是一个坏事啊，应该是一个好事嘛。一方面这和很多西方国家之间的大马对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签证是比较对等和互惠的，大家都是90天，都是免签，真正的免签。这一次呢往这个方向去了，从之前试探性的免签1个月到说好未来5年90天我们都这样去做。我的说法可能会让有些人大跌眼镜啊，我不想简单的一味讨好，我其实能够看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出发的，就是基于目前30天的免签和之前需要签证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能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对大马的长期签证的项目造成一些干扰和冲击，像工作签证啊，像包括很重要的第2家园，它是一个投资来换取移居的这样一个签证，之前是存款，比如说我们家就要存款很多钱，我们家存了110万马币，因为3个人嘛，那到现在说要买房，政策拖了很久，好不容易出来呢，雷声大雨点小，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些长期签证已经步履蹒跚，还会造成冲击？我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小曹也正好在嘛，我就说，哎呀，小曹，你们怎么看这一次的政策？结果小曹还留言了。因为他有做第2家园哈，他说毁灭性的打击，你看这就是从代理的眼光他所看到的事情的一面。我其实也挺担心，至少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家花那么多钱来办，我也会觉得那是不是挺浪费钱的？因为对于不愿意办的人，他如果他目的不仅限于旅游，他想要长期的停留在马来西亚的话，那他1年只要有4次进出，他也可以停留在马来西亚，他可以去1次新加坡，去1次泰国，回2次中国也是一样啊。我们本来也要1年回2次的中国嘛，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差异很大。这个就让我看到一个问题，对已经办理的人对还没有办理的人，他会不会倾向于更少的去考虑第2家园或者其他的投资类的那种，包括还有一些工作签证，他觉得就没有必要了。这由此就会带来第2个问题，就是他会不会让有些人担心的一些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变多？虽然有些人讲我不希望诈骗进来变得更多，我相信中国人只占一定的比例，那同时我也相信呢，诈骗的人占正常来旅行或者完成他的目的，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到大马，那些合理合法的目的的比例本来就很小的，不会所有的人进来都是诈骗。但你说这个会不会推升那些心怀不轨的人的进入大马的比例？我觉得也是一定的，所以大马也要想好有没有一些监管的措施同步的升级。我可能看得悲观一点，但是我确实看到的是2个令人更担心的。单纯说这就好，这是一个好的政策，什么都拍手，它有它平等的一个基础啦。但我们自己如果你站在一个仅仅是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哪怕对西方人他拥有90天免签进入马来西亚的权利，大部分人你说30天对一个深度非常喜爱旅行的人来说，可能是还不够一点的。但这些人数的比例应该是很少的，而到达90天的应该就是更少了。你又怎么在过程中确保它只是旅行，而不是去从事其他旅行签证不应该去执行的这个目的呢？谁知道呢？我可以说在我的身边，那些实际上不是来旅行的，但是通过旅行签证长期滞留
在大马的，我看到的就有很多人，所以这个情况会不会变得更加严重啊？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也讲一讲，今天本来就是讲生活在海外，像我这样流浪的中国人，有多少事情对个人是有影响？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没有的。你比如说像娱乐新闻刚讲的那些美国时事评论员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太大影响。那签证的改变有微小的影响，影响了一点心情。那你说政治这个事情其实是影响很大的，很多人不关心政治，但从你的长远计划，政治是第一切入点，它也会让世界格局发生深刻的翻天覆地的，有一些你都没有想象到的变化，这个倒是蛮影响到个人的。我们生活在海外呢，我除了个人角度出发，像片头你看到的 Wilson 给我做这个爆米花，我们想把小家庭过得很好，但一个眼睛时刻就是要关注着那些有可能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生活逻辑。但我这一点做得不好这几天也一直呢是在反思这个事情，很多纷扰的事情我就不太关心讲到这个，我们来谈一下中国这个过去1-2周发生的很多，我觉得有点像是娱乐的。那如果你是大马人，你就听一听听一笑，听一乐，了解一下中国在发生的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一些大瓜是什么样的。也北京理工学院一个院长和他的研究生一个男学生出柜他们俩反正是有同性恋嘛，那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生活影响真的不是很大，它可能涉及到一些学术腐败、社会伦理，那我也就是抱着一看反正你让我说再多我也说不出什么。还有一个事情是最近呢，因为某一个医生他也是在北京叫中日友好医院，他的一些私德的问题，他的妻子来曝光说他睡遍了医院的女护士女医生，那么反而牵扯出一个更大的事情，这个是世界本来没有想到的，引起了更多的讨论，就是培养医生的协和医院，他们有一个叫4+4的这样一个项目来培养，结果发现呢，这里面都是达官显贵的小孩他可能连在中国好好考一个大学也考不上，去美国念了一个社区大学，然后又转到一个名校的2级学院，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但它其实是一个不知名的合办的一种学院，回来以后就能够进入医院。你会发现他进入医院4年以后变成博士，30页的论文而已，而他学的他基础是没有医学的，他什么实习论文的和最终进入医院那个科室的完全都是不一样的。而有些还是手术医生这个连医生都出来表达说，哎呦，这个如果我们的医生是这样的，那我们交给他真的是生命是感到不放心的。马上有些梗图就出来了，这一台手术在手术室里面正在进行，比较病人他先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和医生在病床上说，医生，我是托关系进来的。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我也是。旁边的护士、麻醉师也都说 me too me too 我也是。就变成这样的情况了，很多人很愤怒。不过在我看起来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们以前生活在中国，我们知道社会历来如此不单单是医院了，那你感觉医生是涉及到人的生命，那么有些人托关系，他进入到金融领域，他的一些理财产品、金融政策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民生，也是要人性命的。有些人进入到教育领域，进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食品安全会不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呢？我觉得也是正常。这个事情过几周再看现在允许很好的讨论，也就是因为他们是能被讨论，而不能被讨论的永远不会被讨论，也讨论不起来。再过几周呢，可能又云淡风轻，一片祥和，所有人都忘记。它无非就是既有事情的一次点醒，又是一个小的事件的爆发。能看清楚的人自然看得清，看不清楚的人呢，过了一番又一番，事件呢发生一次又一次。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我们个人影响不大，但是呢，你要是能看出一些什么，对自己的生活决策带来一些影响，那当然是有益的。比如说我们家很后知后觉知道上海发生了封城疫情带来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觉得说不行，这个真的不是我们喜欢的日子，要换了那我们就
来了这个大马，现在生活的都还是很好。还有一些事情是让我担心啊，就变多了。你看最近有2个企业家，一个是刘强东，一个是董明珠。哎呦，我觉得他们作为知名的企业家，应该是有适当的社会责任的。他们最近做的事情让我觉得挺过分的，一个比一个过分。刘强东还 OK 啊，那他呢是因为京东是很早就自建了配送的网络，还有自己的配送，就好比说 Lazada、Shopee， 他就自己的快递员啊，给他们部分人交五险一金，就是社保啊，类似 EPF， 那他呢配送的速度就很快，可能是隔天就可以到达你的家里，比原先淘宝啊这种服务就要好很多。但是没想到随着外卖的崛起呢，像饿了么慢慢变成美团来主导他们的叫即时配送，就是类似这里的Grab、Lalamove、Flash 啊，类似这样叫 same day delivery。那它更快了，它可以做到30分钟把你要的东西就送到你家，送食物开始，然后呢你可以托它办个事啊，帮你跑腿送药，再来可以做一些交叉的销售，它的业务量已经达到了上万亿人民币这样一年的规模，这变成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好，京东又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他要起来去攻击这个市场，他们就流出一些所谓的短视频，其实都是精心安排啊，刻意摆拍，又举着什么道德的大棒，他会说你看他们赚那么多钱啊，我们永远不赚超过5%的钱，我们不要做那种黑心的资本家。来，兄弟们，谁来加入我们？我们给他缴社保，让你安安心心的。哎，我觉得这个很可耻啊，因为其实美团作为一家合规的公司，它没有任何的违反法律啊。那如果说人权比较低，很多人得不到保证，我们以前也说过快递员下跪这一集，那这不是他们一个企业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有一些病，有一些感冒了，对不对？他们呢通过外包的方式降低了一些社保的成本，但是他们的算法很优越，他们也在想方设法不让他们去接过多的单，让影响到这一些员工的这个身心的健康。只有更好的算法之下，这些员工才能赚更多的钱，才有可能每个月赚到上万，去更好的养活他们的家庭。很多人很清楚，我看有个小哥就出来说，那些社保叫做社保税啊，你要交钱啊。而很多人交在比如说他在上海、杭州去做快递，他交到的这个钱在中国又是每个省市之间不通的，他以后回到老家不一定能够运用得上，但他现实的收入又变少了。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最大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以前 Steve Jobs 还活着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看我们苹果很少去参与叫企业社会责任，现在叫 ESG， 以前就叫 corporate 那个什么各种活动捐款这些，但是我们给社会带来价值，我们的产品直接输出价值，就是给社会最大的贡献。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啊。那刘强东用这个东西出来攻击我觉得第一他也一定是被迫无奈。你看他前几年在美国有一个强奸案官司缠身，这样的情况下他已经淡出了，我觉得他个人是不太愿意再出来讲事情的，还要亲自下场穿上快递的外卖服来配合摆拍，那一定也是没有办法了。而没有办法，他用出的是这种黑魔法，是拿着道德大棒去指责别人。所以今天美团不敢指责回来说我跟你这个对 PK 你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有点像之前别人抨击农夫山泉说他怎么诋毁娃哈哈这样的民族企业家，说这个农夫山泉老板你的小孩在美国怎么样，弄得一个企业家正常为社会赚钱，还有在早之前柳传志也有司马南去攻击他们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经营，那会不会乱套？这种黑魔法更鼎盛的就是在格力一家白电 White Goods 的公司，就是做空调冰箱中国比较大的一家公司叫格力 Gree， 他的老板董事长董明珠在董事会上面跟大家说，我不会用海龟，因为我没有办法判断谁是间谍。哎呦，这个简直是刁民或者是用一种最无赖的方法来讲出对自己有那么一点有利的东西。很显然比他大得多的对手美的或者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他们都有用
海归，很正常啊。你业务发展本来就应该志向做一家全球的公司，有一些什么美国研究院啦、欧洲研究院啦，用一些专家，不是很正常吗？中国本身的崛起和发展也离不开海外人才的支援，这是好事情啊。那我猜剧本是这样的，他会和 HR 对，之前那个我们用过的王自如走了，对不对啊？对，走了。我们公司有没有海归？HR 可能会觉得老板很难招，招不到。那我们未来你能不能保证不招？可以啊，没问题。行，那我们就用这一招把它说出去。别人会劝他说：“哎呀，老板这个说不太好哦，社会上有可能会有反弹。”那董大姐可能一想，我说出去，网民可能会支持我，大家都很爱国，很讨厌间谍啊，每天都是民族主义的各种宣传，所以他就使出这种黑魔法，别人更是没有办法反击啊。连胡锡进都出来说董明珠应该道歉，反而被网友喷说你是不是才是间谍，应该去查一查。那你看到问题吗？如果你站在一个不合理的，但是又极具道德优势完全于秩序法规与理性商业于不顾，用这种方法下三滥的手段，用中文来说就是玩阴的，英文叫 play dirty， 来去黑别人的话，我觉得他早晚自己要被反噬。他没有一点问题吗？他把他的那些拥趸，把那些不理性的人都变成他的粉丝，他们也会丧失理性，他们早晚又会出来把你给自己吃掉。你今天就因为这么小的一点事情，要去占据这样的一个优势去攻击别人，获得自己的一些名声也好，一些竞争的优势也好，难道你做企业不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给投资人和股东更好的交代吗？目的没有变，但是你却用了非常龌龊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讲起来真的是一包气。我觉得这种事情对自己有影响，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上的企业。如果大家都有样学样，这些顶级的企业老板都这样来做，大家都变成这样，那你可以想象整个社会还有秩序吗？还有安定吗？还有理性可言吗？有些人可能说，早就没有了。OK fine， 但我们不希望这个越演越烈连社会上最精明的商人，最为历史图，我这里讲的是中性的这个词，也变成这样的话，那让人很担心的。能力再小一点、再弱一点的人，像我们这样像如蝼蚁一样的人，就只能逃离了，就只能去流浪。不然的话，你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是不是？我身边让我更加触目惊心的呢，也是和企业有关系的。这个呢，让我开始去想这个上海经济、中国经济到底好不好？说实话，一开始我们看很多数据，看很多报道，但时间长了，离开了蛮久了，我自己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直到我最近因为在休息，我刷微信看到我以前那个朋友，也就是在24年年头过年的时候，他到大马来，我采访过他，当时也很想移居大马。我的朋友他开猎头公司已经有14年了，他是老板。他前几年就从100万、200万、500万、600万，到后来几十个人变成100个人。他在7、8年前就做到1000万、2000万、3000万的业绩，是很成功的。你知道猎头公司的经营，应该说它的模式很简单，毛利确实是很高的，因为它主要是通过服务，你打电话也好，把握客户也好，和人选的说服、谈判、跟踪也好，来完成招聘的服务的。那你说这么大的公司，他不是不成功他年纪轻轻跟我差不多大，那个时候已经把公司做到100多个人，有好多 office，已经做到几千万的这个收入了，应该是很成功的，也赚到很多钱的。那他怎么回事？这几年公司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尤其我在看他直播的时候这遇到的困难尤其发生在自己真实的好朋友的身边，让我非常非常触目惊心。他会去考虑，要犹豫很久，和员工发邮件说，真的我们可能快要发不起工资了，办公室要不要卖掉，大家要不要走还是留，怎么给大家赔偿怎么再去找员工谈，去说服大家，做通大家的工作，让大家心情好一点，再来要不要说我把自己的房子也卖去还到公司里面。他考虑了好多我挺替他心痛的，但是员工对他又是非常不理解的。这时候突然发现了真相，又会对他破口大骂。很多人就说你看你们这些资本家怎么样。他那时候的伤心是很难理解的。他也提到说自己有很强烈的抑郁的情况，有家庭的问题。但你看一个做企业的人他这时候变成了一个整个企业中最无助、承担责任最多、压力最大的一个人。
发生在我身边，我很担心。那如果在小企业啊，这在社会规模上算是中小企业，他们都碰到这么大的问题，如果这种企业很多的话，那是让我很担心的。我们流浪在海外的中国人啊，应该要操心的，对我们影响很大的。我们又不是移民啊，只是移居啊罢了。那我看呢，他又现在开始去见很多的朋友，那些猎头公司的老板都个个非常的激进啊，鸡血，有些给他一些意见还发到网上，就好像要在突出自己一样啊。有一些呢，这个怎么叫激进啊？他会说啊，不要急啊，你重新整合资源，选准赛道啊，建立你的新的人设，用什么什么认知。看到他们我头都大了。在他们眼里只有这些大词，这些是空洞而无所谓的大词，什么赛道、认知、人设，我看的火很大。我很久不用这个微信上去留言或发任何朋友圈了，我就跟他说，我留了一个言，我跟那个老板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啊。我说我们的朋友他不说了吗？他有他抑郁的情况，我说他第一要把自己照顾好，你有没有从他个人出发？如果你个人都没管好的话，为什么要重新建公司啊？谁说人只能不停的上？如果大环境都不好的话，你觉得是他的问题吗？他过去是因为不成功吗？现在你帮他想个办法，你比他更聪明，让他要变得更加成功吗？这两个问题啊。那我的意见，我说他就是需要休息啊，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能把自己先照顾好，把他家庭先照顾好，再来考虑他的事业？我相信他过去也赚到一些钱，他不是说接下来都没法生活了，要怎么样工作来养活自己。谁说历史啊和企业只有进步一条路？这个总之我就跟他们想法很不一样，所以我也去劝了劝我的朋友，我说真的，来大马看一看啊，再来看一看，把自己的生活先照顾好，把个人的心情心理状况先调整好，才有机会去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些啊真的就是对我影响很大。回到我们个人，我们生活在海外，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中国的、美国的、马来西亚的这些事情，我想说，我们呢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大的事情里面抛出大部分的噪音，跟我们真的没有太大关系啊，不要去瞎凑热闹，但是要判断一些有可能对自己长远造成影响的事情。而在小的方面呢，我们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真的。他们就是那样的宏大集体主义宏观叙事，为了别人不顾自己。你说他很聪明啊，很聪明，这个很努力。你说他不聪明吧，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我们呢，希望把自己小家庭啊先经营好，这已经是几多不易啊，哪有这么简单啊，是吗？所以我们还是从小处出发，做得开心一点。如果有能力再去影响别人。等一下啊，你不要走开。节目最后我就让大家看 Wilson 好厉害，他是我们家的厨神，我觉得他自己啊做了这种像 TGV 一样的那种 Royal 的焦糖的爆米花做给我吃，我拍了一个短1分钟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影响别人呢？就我们的 OKOK 一直会观察到大马人其实很在意母亲节，母亲节是5月11日2025年。那我们就在想，母亲节大家总是出去吃一顿，看到外面的餐馆都在排队，有些人就买一个礼品。那我们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像礼品一样的让你奉献给你的家人、你的母亲或者是朋友的家人，和他们一起呢不出去？因为我们提倡说，如果这是好料好味的话，而且我们是懒人嘛，很快就能够吃到的话，可不可以和家人在家里享用一餐，好好的用一餐，享受，这才叫真正的家庭时光。这是我们一个小愿景啊，很复杂，但是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初心，一个 idea 来着，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你所能够看到的母亲节的套餐。从99开始就用我们最新鲜、最新出品的一些东西，像三文鱼啊、腰豆啊，再加上大马人都很环保，特别环保，比我在世界上看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环保。那我们就用了可水洗的这样大的一个环保包里面可以放电脑、放文件、买菜啊都行。上面用我们的 OKOK 的 logo， 我觉得很可爱，字不要多，我们就写着 OKOK OK 啊，就我经常讲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话是我在大马找到各个种族外国人、大马人都通用，那么简单，那么又代表大马人的这个精神 OK 啊，就是 OK 啊，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包，又高达40%的优惠，就放到网上。还是这句话啊，买不买没有关系啊，但我还是做这个节目去，同时也来
讲一讲我们平时做事的理念。再说我们在这里创业本身就是一个笨笨的，从头开始的，弄给大家看，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笑话，看到我们的成就，可以来批评我，可以来表扬我，都可以，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出来。那么两全其美，对我们生意当然有帮助。你买不买真的没关系，帮忙到网站上，看一看。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注册一下，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积分，未来可以用，也可以把你这个转给你的朋友，兴许你的朋友，把你的邀请码转给你的朋友，那你的朋友如果有兴趣，他可以减掉很多钱，这说不定也是一个好事情。我还觉得你看多了会喜欢的。好，付出啊，这个周呢去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地方，以至于让我们对大马人的生命观，怎样看待生命啊，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不在乎做的多火，但是我会认真的去做这个后面的节目，让它做的再精致一点、深刻一点，来奉献给大家。好，下周再见，拜拜！祝大家都管好自己的小家庭。好，看 Wilson 的节目。再给他这个图的熬胶。还有我们家的小同事好像失败了。啊 ？No way！ 对，再来点糖，再来点糖。对，完了。好。看来这回是因为火不够大，上回火特别大。不是，是因为加了奶吧，比较稀释。是的。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好，差不多又没好。好。好，趁它还没结束，先搞水。再说一遍。像这个应该还算合格的焦糖爆米花就好。Royal 啊，是吧？是。比吉米的。比吉米。吹一吹，先来。Nice。香啊。不错吧？Thank you。OK 啊。